你到底敢不敢打台湾？下次呀，谁要在你耳边嚷嚷东风快递几分钟飞台北，解放军随时武统，你就点点头说，哥，你这么爱国，全家男丁都拉去前线建功立业吧。嫂子包在我身上，咱学学古人，这叫托妻献子的交情。然后你看他怎么接，是当场哑火，还是继续热血沸腾，真打算让你白捡一个大胖嫂子？最近啊，习近平要打台湾的论调啊又刷屏了，听床师们在视频里高潮迭起，一锅端了9个上将，这是打仗前清场。10月25日定为台湾光复纪念日，统一倒计时，股市炒作，台湾回归概念股，你还不信？今天我就用博弈论这把理性之锤来一锤砸碎这套武统幻觉。结论就一句话，这仗根本打不响，打了中共死得更快。视频开始前，我先问你一句，真要打仗，将军都进去了，谁来带兵？你上啊！大家好，我是 Max。 每年都有人喊这次是真的要打了，解放军军演东风导弹都飞过台湾头顶了。然后呢，第二天该搬砖搬砖，该打螺丝打螺丝，听床师沉寂，台股继续涨，马上武统这4个字呀，比听床师们口中的习近平已经失去权力了还虚，年年有，年年落空。谣言、恐慌、流量、遗忘，然后是下一轮谣言。这呀已经成为一个永无止境的循环了。为什么这么多人一次又一次上当呢？背后啊其实有3种心理。一是反贼幻想型，盼中共自爆，有一群人啊巴不得中共今天就犯个大错，然后国际制裁，经济崩盘，民众造反，政权崩溃，一夜变天，他们好回去接习近平的班。比如啊 Twitter 上这位，这些反贼们啊日盼夜盼，把打台湾当成中共的末日按钮，巴不得习近平哪天喝醉了就按下去。结果年年盼，年年失望。习近平啊比他们想象的清醒多了，他哪里是疯子呀，他是个输不起的赌徒。第二种呢是台湾焦虑型，怕又被卖了。台湾内部呢也有一种情绪，每当大陆喊几句狠话，他们就立刻联想到香港2019和乌克兰2022，然后自我暗示完了，这次是真要来了。其实这些恐慌情绪并非是基于理性判断，而是一种历史创伤的应激反应。就像俗话说的，一朝被蛇咬，10年怕井绳。第3种呢是流量造谣型，只想割你韭菜，这一类啊是最可恶的，就是我们早就揭穿过的造谣型自媒体，又叫听床师，什么习已下定决心，统一倒计时，火箭军全面备战，一年到头换着花样的炒作，马上要打台湾了，习近平要下台了。这些人啊专业听床，听一次高潮一次，高潮完了呀接着听。习主席啊得亏是不会上网，更不会翻墙，实在不敢想象他看到这个听床师的视频会是什么反应啊。有些这个吃饱了没事干的听床师呢，天天盼着我下台。我倒是想问问你们，没有我天天开会整将打嘴炮，凭你们那点本事能赚油管广告费吗？说白了，你们就是靠我吃饭的，那你还有脸骂我啊？听床师们啊根本不在乎消息是真是假，他们只在乎一件事儿，你点进来没有？你评论了吗？你转发了没有？不管你是气的骂还是乐的笑，你都给他们打了工，赚了钱。以上无论哪种人啊都有一个共同点，从来没有用理性推演检验过这件事到底有没有可能性。所以接下来啊我们就用一个不带情绪的工具，博弈论，把武统台湾这个幻想彻底给它拆穿。首先请出今天的主角，博弈论
英文叫 Game Theory， 别被游戏俩字给骗了。他讲的不是玩乐，而是在有对手、有风险、有收益的情况下，你怎么选，赢的概率才最高，收益才最大。比如你和另外一个人两个人分蛋糕，规则呢很简单，是你切，然后对方先选。那你会切大块吗？当然不会你会尽量切的平均，因为你知道你切的大小不均，对方肯定会选那块大的。你切的两边一样大，自己才不吃亏。这就叫你考虑别人的反应来决定自己的行动，这就是博弈论的基本精神。博弈论里最重要的概念叫纳什均衡，它的意思是大家都知道彼此在算计，所以呢谁也不敢轻举妄动。想象3个人打牌，都盯着彼此的底牌，谁先出王炸，立刻就变成活靶子。所以呢大家都在等，都在看，谁也不敢先出手。真正的高水平对抗不是你打我，我打你，而是我知道你不敢打我，你也知道我知道。看今天的台海，像不像已经进入一种僵持均衡？中共、台湾、美国这3方表面强硬，实际上都在打着各自的小算盘。看这张表你就明白了，中共呢最怕垮台，台湾呢怕被出卖，美国呢怕被拖下水。中共承受力最差，真要动手就是灭顶之灾。美国呢反而最稳，边控边赚，还能随时抽身。所以你看口号喊得最响的，往往心里是最虚的。应了那句老话，会叫的狗不咬人。所以你以为他们都在准备战争？不，他们在维持均衡。中共喊打呢是吓自己人，让他们继续跪着。台湾含糊其辞，是给自己留余地。美国战略模糊，是要每年多卖几艘军舰，再加点预算。明面上喊的震天响，背后呢都动不了，这就是现实世界的纳什均衡。但问题是，如果哪天这个均衡被打破了，中共真动手，会发生什么？好，现在我们来做个思想实验，假设中共真的打台湾了，甚至打赢了，结果会怎样？8个字，捅得越快，死得越快。总结起来是整个社会5个层面上的全面崩盘。第一层崩盘呢，国际制裁全面封锁，一开战，美日欧联手制裁 ，SWIFT 掐断，芯片断供，全球供应链脱钩。你现在看到的外资撤离、人民币贬值，只是预演，真打起来将是断崖式的崩盘。到时候小粉红们手里的华为手机就成了绝版收藏了。台积电早就把产线搬到美国了，华为不管换多少马甲都拿不到一颗芯片了。再狠一点要是美国真掐了互联网跟服务器，全球网一断，无数个散落海外的杨澜澜一夜之间就和党中央失联了，这下倒好，真成了海外孤中了。第二层崩盘，民族主义泡沫破裂。光复台湾这个口号是中共喂给民众的一剂民族主义春药，说白了就是驴子眼前吊着的那根胡萝卜，勾得你热血沸腾，义愤填膺。结果呢，只是原地拉磨，不敢停。不喂这口药，牛马们真要罢工了。是中共告诉老百姓统一台湾，民族复兴，生活更好。结果统一以后呢，失业，物价飞涨，断供，外资撤光。民族主义高潮之后迎来的不是繁荣，而是抑郁式的精神幻灭。你就像一个冲动上头的男人，激情过后，裤子还没穿好，催收的短信就到了。开了灯才发现，刚刚跟自己缠绵的所谓女人，竟然是红爷。啪，一巴掌扇醒自己，想死的心都有了吧。第3层崩盘是台湾治理无法收场。你以为台湾2300万人会喜迎解放，真打下来，那是常年戒严、恐袭、抵抗、国际渗透、各种间谍战。统一台湾不是胜利，是吞下一颗在胃里滴答作响的定时炸弹。第4层崩盘，政权信任结构的塌陷。
打输了你政权垮，打赢了呢老百姓苦，谁还会信这样的政府啊？有多少屌丝小粉红天天在网上嚷嚷上岛一人分一个台妹？醒醒吧朋友，别做梦了。咱远的不说，咱就看看香港，97之前官方各种宣传，可是30年过去了，你看到哪个普通人享受到所谓的回归红利了？原本大陆人梦想回归后自己能过上香港人的生活，万万没想到梦都是反的，香港人反而先过上了大陆人的生活。外国人去香港还免签，中国人去自己的国家旅游反而要办通行证，这是不是现世报啊？所以别说台妹了，到时候经济崩了，屌丝们工作也丢了。以前去找红叶还知道拎半拉西瓜，起码懂点礼数，现在连西瓜都买不起了，只能蹲在 B 站看爱国女主播的擦边直播，卫生纸销量蹭蹭往上涨， GDP 全靠撸出来啊！但这还没完，哪怕习近平真疯了，下面的人也未必陪他疯，这就要看最后的第5层崩盘，军队内部的多重博弈。别把中共军队当成铁板一块，每一级军官其实都是独立的博弈玩家，各怀鬼胎，各算各的账。你以为他们在听命备战，实际上是在职场避祸。论腐败程度，军用燃料倒卖、导弹注水、演习造假，这些可都是火箭军的日常操作呀。这样的部队真能打仗？上面打着红旗，底下偷着卖油。习近平不是军人出身，没有作战经验，可能呢还真以为手下这支部队能统一宝岛，但解放军自己心里门清啊。台海如果真的开打，自己扛不住几个航母编队，还没出手呢，后院就先起火了。你再想象一下，你是火箭军司令，习让你打台湾，你怎么选？打赢了你功高震主，林彪就是你的下场；打输了你是替死鬼，背黑锅。你没读过博弈论，但你看过雍正王朝狡兔死走狗烹的剧情，你比谁都熟啊。再说了，你地下室里藏着几亿黑钱，小三儿和私生子住在洛杉矶，你脑子坏了才去打仗，对吧？所以最优策略是什么？喊的比谁都响，动作比谁都慢，等着退休或者等习被拉下马，荣华富贵保住了，反正又没人真想打。司令虽然不懂博弈论，但他懂体制内生存这门大学问啊。所以你以为他们在备战，实际上是在演戏，看谁拖得巧，躲得妙，掉血少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4中全会前要连拉9位上将下马，出手的是习近平还是张永霞根本就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什么？这是内部博弈的结果。这不是战前动员，这是清洗可能不听话的人，不愿陪葬的人。那你可能又要问了，既然下面的将军不想打，那习近平自己想吗？你以为他真是铁了心要打台湾？别逗了，我们试着换位思考一下。如果你是习近平，已经得偿所愿，定于一尊了，六亲不认，一言九鼎，你最关心什么？统一台湾、民族复兴，还是牢牢坐稳这个皇位？现在你最怕的不是台湾，不是美国，而是你身边的太监和大臣。谁对你不忠？谁想取而代之？谁嘴上服从，背后藏刀？你不是想着打赢战争，你在想着消灭内部威胁。在习近平眼里能把他拉下马的不是台独分子，而是身边那个在学习强国 app 里打卡比谁都勤快的大内总管。所以呢，你就明白了，习喊打是喊给民众听的，清将领是清给全党全军看的。他最怕的不是导弹飞不出国界，
而是军心啊飞出他的掌控。打台湾啊，不但不是习的战略目标，反而是他最大的不稳定因素，是他的一块心病啊。真打了，全面失控；不打，宣传还能继续。空喊口号是维稳的上策，所以整个台湾局势啊，看似剑拔弩张，实际上是一场结构性的僵局。将领不想动，主帅也不想动，谁喊得响，谁就活得久。于是啊，年年喊打，年年哑炮。坊间流传啊，习近平小时候啊，跟一群红二代约架，看对方人少，就往死里打；对方人多呢，跑得比兔子还快。十里山路不换肩啊，那都是练出来的。如此外强中干，你觉得习近平真有胆量打台湾吗？评论区说出你的看法。到这儿啊，你可能会问，既然打台湾是死局，那习近平天天喊打是表演，那何必不停清洗自己一手提拔的亲信呢？这不是打自己的脸吗？好问题，我们就从结构性死局的角度反向解码这套骚操作。首先呢，喊打不等于备战，而是维稳需要。中共口头上的武统台湾呀，不是战略决策，而是宣传口号，目的从来不是打赢战争，而是延长幻想。我们前面说过了，光复台湾这句口号呢，就像吊在驴子前面的那根胡萝卜，一边高喊民族复兴，一边拉紧缰绳。真正吃到胡萝卜的呀，不是驴，是吹哨的人。这种随时要打仗的氛围啊，能带来3种收益：一、转移矛盾，风控、失业、房价崩盘，你不要骂我共产党，要骂你就骂美帝和台独分子。2是激发情绪，民族主义一燃，老百姓就没那个心思瞎琢磨，为什么我都996了，还欠一屁股债呢？3是压制军队，持续高压备战，让军方乖乖听话。所以你以为他们在备战，实际上是在统一内部情绪秩序。其次，清洗也不是布局，而是内斗激化的结果。所以啊，一边是不打，一边呢抓将军，这2件看似自相矛盾的事啊，那就说得通了。答案呢其实很简单，这些将军啊不是不想上战场，是不想陪他一起死。我们从习近平和他手下将领的这个博弈表上啊，我们可以看出啊，将军们即使演技不好被换掉了，也不是最坏的结果，甚至可以说是次优解。丢官总好过丢了性命吧。你以为他们在准备攻台，实际上他们在上演一场我不动你先动的宫廷剧。每个军头呢都在心里盘算，只要不开第一枪，我还有命。所以习近平搞肃军啊，不是为了打胜仗，而是为了清除不够听话的人，杀鸡儆猴，换一批不怕死又听话的人。说白了呀，他要的不是能打胜仗的军官，而是言听计从的群众演员。中共的最优策略是喊打又不打，维持临界，制造一个战争随时可能爆发的幻觉，以此来收割民意，转移危机，压制军队，打压异议，还能年年制造紧张感和胜利感。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嘛，表面上天天铁血战狼，背地里呢夜夜苟且自保。中共像是天天排练打仗，实际上在导演一部延迟自爆的心理剧。你觉得中共真的会动手吗？还是已经被困在了自己设计的话术死循环里？欢迎评论区开卷，咱理性思一步。我们把中共的死局啊拆得够清楚了，下一段我们就换个视角来问，面对一个天天嘴炮年年哑炮，可笑但又可怕的对手，美国和台湾应该怎么做？至此啊，我们已经把习近平打台湾这件事从头到尾拆穿了。那你可能会问，台海的局势难道就一点悬念都没有了吗？其实台海3方博弈的主动权啊，从来就不在中共手里。很多人以为啊，习说打就打，但在真实的博弈模型中，中共是最劣势的一方。从表中我们能看到，中共的劣势最大，而优势呢，只有对内宣传的话语权而已。那问题来了，
既然中共困在死局里，美台的最优策略是什么？首先是台湾保持模糊坐收红利，不主动独立，不轻易挑衅，保持事实上的独立，同时呢享受美日的支持，利用危机感凝聚民意，同时吸引国际援助，把未统一状态变成战略资产，长期套利。一句话总结，就像两个土豪呢同时追一个美女，美女不接受也不拒绝，左右逢源才最值钱。对美国来说，掌握节奏，精准收割，坚持战略模糊，对台湾既不承诺防守，也不表态放弃，口头模糊，行动明确，军援、演习、反制全部都在路上，不求解决问题，而求问题的可控可防。台海问题对美国来说就像一个不用插卡随时提款的 ATM 机，你为什么要修好它呢？台海局势越紧张，美国越稳坐钓鱼台。所以现在的局势是什么？中共喊统一喊到声嘶力竭，但别人早就把它定在话术陷阱里，你不打就是在演戏，你真打别人就反客为主，全面反击。这盘棋中共已经事实上出局了。所以你现在明白了吗？习近平永远不可能打台湾，不是他怂，是形势比人强。他若真打，死得更快；他若不打，还能靠嘴炮苟延残喘。这不是胆量的问题，这是一个结构性死局。等等，你可能还会问一句，你分析的这些呢，都是在理性前提下的博弈模型，但习近平他不理性啊，他哪天喝大了，一拍脑袋非要孤注一掷呢？或者两岸万一哪天擦枪走火了呢？这就要说到一个不能不提的疯子策略了。意思是，如果你想让对手害怕你，让他们不敢轻举妄动，那你就要表现得像个不按常理出牌的疯子，让对手觉得，哎呀，他要是真疯了怎么办？那咱是不是还是别惹他了？你看，放到今天的台海局势上，你发现没有？习近平就是一直在扮演那个疯子的角色，所以才会有人担心啊，他太入戏了，哪天真的打起来怎么办？这个担心呢大可不必，我们前面已经论证过了，中共军队根本不是表面看起来那样的铁板一块，从上到下呢个个都把算盘打得啪啪响。所以就算哪天习近平真疯了，真的去按那个核按钮，你信不信下面的人都有办法把这个电源线给拔了？换句话说真动手几乎不可能，假装动手倒是完全有可能。你想疫情风控那一套他可是尝过甜头一旦哪天民怨压不住了，经济彻底崩溃，人矿纷纷走上街头，他完全可能故技重施，以备战台湾为借口行全面军管之实。真没想到我们80后小时候见过的粮票布票居然可能在短视频时代回归。小红书上晒粮票，抖音上教你做咸菜，那画风真是既新潮又复古妥妥的一个混搭风希望我不是乌鸦嘴，这一天永远不要到来，大家都能安居乐业。你觉得习近平会打军管这张牌吗？供销社和粮票会回归吗？欢迎在评论区说说。所以真正危险的不是武统，而是借口式的动员。中共打的不是台湾，而是你，是你的自由、你的钱包和你的生活方式。最后呢，我想跟大家提个醒信息爆炸的时代太多坏人憋着在你身上赚钱了。听床师们造谣撒谎零成本，全靠一张嘴，张口就来西要打台湾了，将军一窝端是动手信号，你傻呵呵点进去，紧张到肾上腺素飙升，人家背地里一边美滋滋的数着流量的钱，那一边笑你傻。给你个建议下次呢谁又在你耳边嚷嚷，哎呀，咱东风快递几分钟就能飞到台湾，解放军的钢铁长城分分钟就收复宝岛，你就点点头，你就跟他说说哥你看你这么爱国，全家男丁都拉上前线去建功立业吧，嫂子包在我身上，
咱也学学古人，这叫托妻献子的交情。然后你看他怎么接，是当场哑火、闷头夹菜，还是继续热血沸腾？真想让你白捡一个大胖嫂子啊！你以为这是一场战争？不，这是一场注意力收割的游戏。别让自己的焦虑变成了听床师的 KPI。与其听他们胡言乱语，还不如看中国足球，反正最终比分都是0。但足球呢，好歹还有真人在场上跑，对吧？还值回票价。打台湾不是中共的战略目标，而是他维稳的心理筹码。真正的战争不是发生在台海，而是发生在你的认知里。你怎么看这场不能打又不会打的僵局？欢迎在评论区写下你的看法。是不是现在回头看呀，那些听床师呀，就像搞传销的导师，台上讲的热血沸腾，句句都是国家战略、未来预测。习近平和张友侠又掐起来了，听懂掌声。结果呢，台下一哄而散，跑路比谁都快。第二天呢，又换一批新剧情继续割。所以请大家点个赞，转发一下本视频，别让油管中文区变成听床师的信息后宫。外面高潮不断，里面的裤子都没脱，衣服都没脱，你凭什么？你有什么特长？他们还真有个特长，他们唯一的特长就是割你的韭菜，而你一不小心就先高潮了。所以别再被口号牵着鼻子走了。真正能保护你的，不是东风快递，也不是谁的呐喊，而是你手里那一把能砸碎幻觉的理性之锤。我是 Max， 一个拒绝听床、坚持逻辑、相信理性的 UP 主。在这个充满噪音的时代我做的视频不是为了让你更兴奋，而是为了让你更清醒。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